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今天咱们看一下通讯电路。这块板上有两个通讯电路，通讯电路呢是隔离的，这端是我们 MCU 的热地，这端呢是隔离的地，是一个5伏供电。通讯电路顾名思义就是内部的 MCU 与外部的显示屏或者是检测仪之类的通讯，是通过串口通讯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它用了两个光耦，光耦的型号是 357N， 实际上呢是 PC357N， 它是高速光耦。用光耦的主要作用是内部的 MCU 与外部器件相隔离，这样能够保证电路的安全。另外我们内部的 MCU 供的是热地，也就是电人的，所以呢与外部隔离，这样就能够起到很好的绝缘作用。发送光耦的二角是接地的，一角是通过这个线流电阻，这个线流电阻这端是接到5伏上，然后这个位置接到光耦的一角，通过这个电阻接地是分压的。另外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二极管，负极与这个一角接在一起，正极同样是接地的。这个点接到这个三极管的极电极，这个是一个发送的三极管，三极管的发射极同样是接地的。三极管的基极通过这个线流电阻接到 MCU 的引角上，很显然 MCU 发送的信号通过这个电阻加到这个三极管的基极，控制这个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从而控制这个位置的高低电位，就控制了这个光耦的一二角导通和截止。通过发送光耦一二角内部发光管的状态，控制四三角的开关状态，从而把发送信号传送给后极。发送光耦的四三角设计就比较简单了，它的四角直接通过一个线流电阻接5伏，给四角提供一个正电压，它的三角直接接地，这样 MCU 发送的信号就通过这个线流电阻直接加到了我们外部的接收端，外部接收端发送的信号通过这个线流电阻直接接我们这个接收光耦的二角，接收光耦的一角通过线流电阻接到5伏上，这个是线流电阻接到5伏上。同时在接收光耦的一二角并联了一个电阻，很显然外部发送的信号能够改变接收光耦一二角内部发光管的状态，从而控制四三角导通状态，从而控制接收光耦的四角高低电位。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接收光耦的三角是接地的，四角同样是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接5伏，它的四角再通过一个线流电阻接 MCU 的接收端，这样就实现了 MCU 与外部的通讯。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位置就是 MCU 的发送引角，通过输出的高低电位控制这个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从而控制光耦一角的高低电位，从而控制光耦内部一二角发光管的状态，再控制发送光耦的四三角导通状态，把这个信号传送给外部器件。接收部分是通过外部的信号控制接收光耦一二角内部发光管的发光状态，从而控制光耦四三角工作在开关状态，从而把信号传递给四角，再送到我们 MCU 的接收引角，就完成了通讯。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